现在社会生活压力大有些人选择努力奋斗，也有人放弃竞争，选择躺平。要不要躺平看起来好像是一种选择，但会不会这其实不是选择，而是我们的生物本能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放弃竞争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身为一个现代人，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有感觉压力山大、喘不过气的时候。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好像光是要养活自己就很不容易，根本不敢想说要买房啊、生小孩。而在这样子的困境之下呢，选择佛系生活的人常常会被批评，现在的年轻人都没有竞争力。因为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觉得竞争是一种生物本能，要活着本来就一定要面临各种竞争。但是人活着一定需要竞争吗？会不会不竞争也是一种生物本能呢？在一个名为老鼠乌托邦或称25号宇宙的实验当中，研究者发现，随着社会逐渐的发展，有越来越多老鼠都会开始出现类似现代人躺平的行为。整个老鼠社会也出现了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社会现象，所以今天的这一期我们就要来介绍这个老鼠乌托邦的实验。这个实验到底在干嘛？得到哪些发现？如果大多数人都选择躺平，最后又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新的一年又即将开始，原子习惯说，天才不是生来的，而是日常教育出来的。芒狗狗系列绘本透过日常故事引导孩子未来所需要的能力，现在更推出套组绘本，官网独家68折。从人际关系、生活自理、健康饮食到永远玩不腻的寻宝游戏组，还有我们精心挑选的人气精选组，一次打包19本全套组更是只要6折。植入积极推荐还再9折哦，现省3800元，全网最划算。农历新年前下单还送限量芒狗狗红包，赶快点击资讯的连结吧。1968年，美国动物行为学家卡尔洪发起了老鼠乌托邦实验。他们团队建造了一个面积大约2.7平方公尺、4边围栏高1.4公尺的实验环境，里面搭建了很多适合老鼠居住的巢穴。这里没有天敌，温度舒适，科学家们呢也确保水源跟食物都很充足。也就是说，除了空间有限之外呢，这里简直是老鼠的天堂。科学家们特地挑选了4对8只由人工培育出来最健康的小白鼠，放进这个老鼠乌托邦当中，让它们自由的生活繁殖，然后一路观察鼠群发展的状态。根据估算，这个老鼠乌托邦呢，最多可以容纳3000只老鼠居住，但这个实验老鼠数量最巅峰的时候，也不过只有2200只左右而已。一开始老鼠的数量稳定增长，但当老鼠达到620只以后，它们的生育率就开始逐渐的下滑，最后甚至再也没有老鼠出生了。而且随着老鼠数量逐渐增加，老鼠们也开始有各式各样脱序、道德沦丧的行为。卡尔洪发现呢，老鼠之间出现了性别角色混乱的状况。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雄鼠会负责捍卫领地，雌鼠呢会待在领地当中筑巢啊、育儿。而后来，雄鼠那边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每只雄鼠都希望能够占领属于自己的地盘，开始常常为了领地争斗。而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大家都身心俱疲，有些雄鼠开始放弃争夺，任由其他的雄鼠在自己的领地当中行动。不断被外来老鼠打扰的雌鼠呢，开始无法放心的筑巢育儿，于是有些雌鼠转而负担起这个捍卫领地的责任，攻击性增加，有时甚至连自己的孩子都一起被赶出巢穴，或是在逃亡的过程当中直接遗弃还未成年的孩子。种种因素都让幼鼠的夭折率大幅上升，而这些过早离开母亲的幼鼠，就算顺利长大，也往往不知道该怎么样跟其他的老鼠相处，面临社交问题。那随着实验的进展，卡尔洪观察到老鼠们会开始争抢理论上无限的资源，越来越常无缘无故的攻击同类，有时争斗到最后，赢家甚至会把输家给吃掉。如果是在野外竞争失败的老鼠会离开群体到其他地方生活，但是在老鼠乌托邦当中，这些老鼠没有地方可去，最后只能够聚集在围栏的中心游荡啊、争执、互相撕咬，而这些伤痕累累的老鼠被卡尔洪称为是辍学者。另外，他也观察到有些雄鼠呢会开始同性交配，无条件的对身边不论性别的老鼠求爱，但同时有不少雌鼠选择拒绝交配，就是在高处的巢穴中自我隔离。而这一系列异常的行为呢，被卡尔洪称作是行为沦丧。在行为沦丧之下呢，老鼠们的生育率大幅的降低，伤亡率也节节高升。原本好好的老鼠社会失去了秩序。
不过在这样子混乱的环境当中呢，突然出现了一批特别的老鼠，跟伤痕累累的辍学者不一样啊。这些老鼠呢，拥有特别漂亮整齐的皮毛，卡尔洪称它们为美丽的人。或许是因为从出生以来就没有接触过原本正常的老鼠社会，这些老鼠不竞争、不求偶，也不试图繁衍后代。如果被其他老鼠攻击，也只是默默逃开，完全没有要反击的意思。除了吃跟睡以外，它们唯一会做的事情就是整理自己的毛发。那到了这个阶段呢，科学家把实验里面的雄性老鼠分成了3个类型。社会地位最顶层的 Alpha 鼠仍然在试图保有自己的领地，中层的贝塔鼠在接连不断的争执当中精疲力竭，放弃与他人争夺领地，有些呢还因此成为了辍学者。而底层的 Omega 鼠呢，则是完全放弃斗争的美丽的人，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专心的打扮自己。而至于雌性老鼠呢，可以分成2种一种肩负起雄鼠的责任，守卫领地；另外一种呢，则隐居在巢穴的高层，不跟其他老鼠交流。在这样子的状态下呢，老鼠们的生育率逐渐下降到了0，而且就算鼠群的数量大幅减少，那些美丽的老鼠呢，依然没有恢复交配繁殖的本能。在最后一只老鼠死去之后呢，这场超过4年的实验宣告结束。当年这个实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当时人类科技正在高速的发展，很多人都觉得实验里面老鼠的状况跟人类社会有很多现象非常类似。虽然实验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后续大家在讨论的时候，通常会抓出2个方向来跟人类社会对照。首先是性别的部分，有人认为以前女性呢常常被期待必须要在家庭里面照顾家人，但是现在呢，她们开始大胆踏入职场，甚至进入以往由男性主导的职业领域。但相对于女性男性比较没有明显的改变，他们很少呢会进入传统由女性主导的领域。第二面向呢是个体生存目标的转变。过去的人们呢，把繁衍后代视为重要的人生目标，人生有大半的心力都贡献给家庭。不过现代人们呢，更倾向主张爱自己，及时行乐过自己想要的人生。越来越多人不再因为年纪到了就一定要赶快结婚生小孩。有人认为实验室当中呢提到的那些美丽的雄性老鼠，很像日本社会当中所谓的草食男佛系男，他们性格内向，没有野心，没有什么目标，过得开心最重要。那话说回来在实验结束之后呢，包含卡尔洪在内，很多人都担心人类社会也会跟老鼠一样，因为密度太高而出现各种剧烈的变化，接着慢慢走向灭亡。但真的会这样吗？有很多人觉得这个实验并不能够直接拿来跟人类对照，我们大致整理出了3种说法。首先呢，史丹佛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费里德曼认为造成行为沦丧的关键并不是密度，而是过多的社交互动。第二种观点认为，老鼠的行为沦丧呢，是因为环境缺乏了刺激跟挑战，缺乏生活目标，因为太无聊，所以开始失序。第三种观点猜测呢，导致行为沦丧的不是过于拥挤的环境，而是资源分配不均。那总而言之大部分的学者们多半认为，卡尔洪的实验还有太多能够讨论的地方。毕竟人类终究不是思想单纯的小白鼠，而且生活环境也不像实验那么单纯。我们会面临天灾人祸，生活也充满各种挑战。也有人呢会努力为了各种不公平而奋战。所以很多学者都相信人类应该不会像小白鼠一样，因为行为沦丧而迅速的灭亡。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要特别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跟大家一起研究各式各样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大家。那话说回来，我们觉得这个实验最有趣的地方，除了老鼠很多行为确实跟我们的生活现况很像之外，就是那些在老鼠身上被卡尔洪认为是行为沦丧的现象，在我们的人类社会当中却反而是进步的象征。比如性别角色改变，同性可以结婚，或许有些人觉得不能够接受，但这个改变确实让更多人因此活得更开心，更有尊严。光是这样子差别呢，我们就认为老鼠社会的走向跟结局，并不能够直接拿来解读或预测人类社会的发展。但我们同时也同意不管是人呢，或是老鼠，都需要生存目标来维持动力。那当唯一的目标只剩下跟其他人竞争，而且自己还不可能会赢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进入习得无助的摆烂状态。就像在野外的很多小白鼠呢，原先也有很多的目标，例如找食物筑巢躲避天敌之类的。但实验当中的小鼠呢，只剩下跟同类争抢空间这件事情可以做。那么不擅长打架的小鼠，肯定是没有办法在这种社会规则上面得到正向回馈的。所以我们推测，竞争是天性，但摆烂可能也是。因为生物的原始本能呢是要活着，可是如果他觉得竞争反而会让自己失去生命，那放弃竞争或许就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选择。
当然，这边都只是我们自己的解读而已。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欢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哦。最后想来问大家，如果你是实验当中的老鼠，你觉得自己会是以下哪种类型呢？ A. 积极参与竞争，成功取得社会地位的 Alpha 鼠。 B. 被迫参与竞争最后遍体鳞伤的 Beta 老鼠。 C. 放弃竞争，自己过得开心最重要的 Omega 鼠。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老鼠乌托邦实验。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安静离职以及日本的超单身社会。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